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做美食的于姐。今天给大家分享2款简单版的糕点，省去了下手揉面的力气，也能出手套馍的方法，蓬松暄软，还可以一片一片的撕着吃。今天给大家分享懒人版的吐司和面包的做法，不用下手揉面，也不用使劲的给它揉出馍，用筷子直接给它搅和搅和，让面筋自己形成。把5克盐、2个鸡蛋、120克糖都倒在400克的凉水里面，给它搅拌均匀，用鸡蛋液和面。盆子里面的高筋面粉呢是800克，边倒边搅拌，搅拌至大面絮状，还继续搅拌，搅拌至用筷子一挑都能挑起来，像这样就差不多了。然后用刮刀整理一下，上面抹点油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在冰箱里面冷藏醒发1个晚上。放在冰箱里面醒发1晚的目的就是让手套膜自己形成，省去揉面的力气。面经过1个晚上的醒发，现在已经醒发好了。8克的酵母用少量的温水给它化开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手套膜形成的怎么样。用2个手轻轻往上一拉，就能形成手套膜，让大家看一下。这个省了不少的力气哦。做面包必须有手套膜才能做成面包，不然的话它发硬，比馒头还难吃呢。然后把酵母水倒在面里面，再加少量的面粉，用手先把盆子给它焯光，再把它揉搓均匀。酵母揉搓均匀之后，把面团放在案板上，加80克黄油，继续给它揉搓均匀。黄油柔化以后，它有点粘案板，借用刮刀帮助一下。实在粘的不行的话，可以撒点干面粉黄粘。给它揉搓均匀以后，上面抹点油，盖上保鲜膜，醒发至2倍大。趁着洗面的时间，我们来洗点葡萄干。葡萄干倒在清水里，给它清洗2遍。清洗干净后，用厨房纸或者是餐巾纸吸掉表面的水分，然后放在篮子里面备用。面团经过3个多小时的醒发，现在已经醒发的满满的。然后揭掉保鲜膜，下面撒点干粉，给它倒在案板上进行揉搓排气。随便给它揉一揉，然后给它搓成长条，切成8个大小均匀的100克的小剂子，然后再切5个大小均匀，大约就是135至140克的小剂子，然后把每个小剂子再次给它搓圆。小剂子全部搓完以后，均匀的摆放在案子上，盖一张保鲜膜，让它松弛一会儿。趁着这个时间，我们把所有的模具给它刷上油，等一会儿备用。现在拿一个小剂子放在案板上，撒一点点的干粉防粘，用擀面杖给它擀成大薄片，用手给它整理一下，下半部分给它切成条状，上半部分给它撒上葡萄干，摊匀以后再给它卷起来，卷起以后给它对折圈成一个圈圈，然后给它放入我们提前刷好油的模具里，我们一个面包生胚衣都做好了。8个100克的小剂子全部擀开，卷上葡萄干以后，放入我们提前刷好油的模具里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在一边醒发。下面我们把5个大一点的小剂子也按同样的方法给它擀成大薄片，擀薄以后把葡萄干均匀的撒在上面，然后两边对折，从一头给它卷起来。卷好以后，给它放入我们提前刷好油的吐司模具盒里，也给它放在一边醒发。面包生胚全部做好以后，我给它放在烤箱里，上面放1碗水，调到发酵功能。发酵好以后，打散一个全蛋液，然后均匀的刷上蛋液。在刷蛋液的同时，我们的烤箱上下火调到180度，也在预热着。刚好蛋液刷完以后，烤箱也热了。给它放在下身，下火调到170，上火调到190，烤25至30分钟左右。烤箱的温度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，具体温度还是根据你家的烤箱来定。说着说着，时间已经到了，出炉让大家看一下。金黄的颜色散发着香甜的味道，不光是好吃，还很好看哦。我再来打开一个让大家看一下，蓬松暄软，里面还拉丝，可以一片一片的像这样撕着吃，看看你有食欲吗？再来看一下我们700克的吐司，现在已经也醒发好了，然后给它放在烤箱里，下火调到170，上火调到180，烤50分钟左右。时间到了，第一时间要出炉摔一下，容易脱模。第一时间要给它倒下去，不然的话一会儿粘模具。现在我来给它脱模，让大家看一下，颜色是十分的漂亮。
四周也是金黄的哟。我再来掰开一个让大家看一下，蓬松暄软还拉丝，现在是热的，凉了更加柔软，可以像这样一片一片的撕着吃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，我是于姐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